我和庶妹一同嫁给绝嗣太子。那日，娘亲偷偷把我的好运命签换给了不能生养的庶妹，我装作没看见，喝下一大碗婢子汤，脱下大红嫁衣，转身爬上了9000岁的床。上辈子发现命签被偷后，我立刻闹了起来。娘亲无奈，把好运命签还了回来。可是婚后，庶妹还是生出了3个儿子，我却只生出了乌黑腥臭的血水。太子大怒，认为我是不祥的妖孽，把我做成了人质，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死后，我的灵魂漂浮在上空，看见娘亲抱着成为太子妃的庶妹，亲热地喊她囡囡。可囡囡明明是我的小名，我和娘亲长得也有90%相似，娘亲为什么要认庶妹当女儿呢？再睁眼，我又回到了娘亲偷我好运命签的那天。我叫沈清慈，是太傅府的嫡女。此刻，我正坐在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绝色的脸。我伸手摸了摸脖颈，那枚我跪了3000层台阶求来的好运命签，果然已经不见了。门外，鼓乐声越来越近，锣鼓喧天中，太子亲临。我侧过头，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太子身后那个清冷出尘的身影上。他穿着玄色官袍，眉目如画，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9000岁，顾云深。娘亲满脸笑意地走过来，手里拿着红盖头。你们姐妹有幸同时嫁给太子做侧妃，一定要互相帮衬。太子如今无子，皇后娘娘说了，谁能先生下皇太孙，荣华富贵不可辜。我推开他为我盖盖头的手，眼神冷冷地看向他。娘亲一愣，脸色立刻变得不自然。青瓷，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是了，上辈子娘亲也是做出这副关心的模样。我发现好运签不见后，急得不得了，立刻不管不顾地闹了起来，要求关门搜查。娘亲原本还想狡辩是我自己弄丢了，可庶妹沈若瑶偷偷藏匿的动作没能瞒得过我的眼睛。事情败露后，娘亲借口自己这几天忙糊涂了，把我的好运签看成了若瑶的平安符，当面还给了我。我拿着它入了东宫，以为这真的只是一场误会。可是婚后3年，原本先天不足的若瑶却一口气生了3个儿子，我的腹部也跟着鼓胀了3次，最终却只能排出死气沉沉的血水。太子大怒，把我送给了底下的随从随意卸完。换了男人，很快我又大了肚子，却依旧生不出正常的孩子，只能排出一滩烂肉。可若瑶却在我生产的同一时间生出了罕见的龙凤双胎。太子大喜，立刻封了她为太子正妃。我被视为不祥的妖孽，砍断手脚扔到大街上，受尽凌辱而死。死后还看见从小疼爱我入骨的娘亲，叫了若瑶我的小名。我的目光在娘亲和若瑶身上来回端详，她们长得并不像。娘亲从小最疼我，可是为什么明明我才是她的嫡女，她却要帮着若瑶一起害我？我现在怀疑，那个我辛苦求来的好运签，若瑶碰过以后就已经没用了。毕竟上辈子我死死拿着它，也没什么好下场，反而替若瑶做了嫁衣。这一次，我选择了不再声张。我听见自己平静的声音：“娘，我不想嫁给太子了。”若瑶的脸色陡然一变，娘亲还在试图哄我。暖暖啊，太子的花轿马上就要来了，你和太子青梅竹马，他也一直对你有情，你怎么突然要悔婚呢？莫不是你和太子闹了矛盾？太子是男子，不懂女子的弯弯绕绕，你这样任性，将来还怎么当东宫的女主人？皇后看中咱们家的女子，就是看中你外祖家子嗣丰裕的。你嫁给了太子，一定能生下皇孙的。想起太子萧景恒，我的心再次痛起来。我从小与他两小无猜，一直把嫁他当成毕生所愿。可是他的选妃宴上，他却提出要同时娶我和若瑶，两人都是侧妃，不分大小。面对我的质疑，他耐心解释：“青瓷，你也知道我的绝嗣之症，母后说了，如果再不能生出皇孙，我的太子之位就危险了。我娶别人只是广撒网，想要诞下子嗣，只有你才是我一生所爱。”为了早日给他生下孩子，我忍着委屈跪足了3000层台阶，跪到膝盖出血，好不容易求来一枚好运命签，想图个吉利，没成想却在大婚这日被娘亲放到了若瑶身上。即使立刻被我拨乱反正后，
也没办法改变我接下来的惨状。萧景恒嘴上说只爱我，可是当若瑶接连生下儿子后，他的心马上就变了。他独宠若瑶和他生下的孩子，为了让他高兴，狠心把我拱手让人，甚至还让我去死。这辈子我打定了主意，就算只能嫁给太子，我也会每日喝避子汤，绝对不会再怀上任何人的孩子，重复上一世的命运。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冷笑：谁说姑要娶沈清慈了？姑要娶的人是若瑶。萧景恒穿着四爪金龙袍大步走进来，深情地握住了若瑶的手。姑已经找到了能够给姑生下孩儿的太子妃了，今生有你一人足矣。他看向若瑶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看向我时，却只剩下嫌弃厌恶。这眼神，我在上辈子经常看见。难道萧景恒也重生了？所以他才选了能生出儿子的若瑶当他的太子妃？谁料此言一出，若瑶居然立刻摇头拒绝。殿下，您不能不要嫡姐。我们两姐妹必须一起嫁进东宫。娘亲也急了。是啊，殿下，青瓷才是嫡女，若瑶只是庶女，算是她嫡姐的陪嫁了。您不是一直喜欢青瓷吗？今日这是怎么了？萧景恒冷眼瞧着我，眼里全是轻蔑。姑要娶的女人是能够下皇孙的有福之人，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妖女。沈清慈相貌是绝色，身段也妖娆，但是生不出孩子，就是个废物。这样的人入了东宫，姑只会觉得恶心。上辈子我接连生出血水，震动了整个朝堂。萧景恒会因此记恨我，也是自然。可不管萧景恒怎么说，娘亲和若瑶都不肯松口。我娘甚至下跪哀求：殿下若是执意要娶若瑶为正妃，还讲做个最低等的侍妾，没有名分也行啊。毕竟她今日若是被退了婚，以后怕是再难嫁到好人家了。萧景恒却很坚定：这辈子姑只想和若瑶一生一世一双人，已经容不下旁的女子了。至于沈清慈能不能嫁得出去，与姑何干？姑已经受够她了。萧景恒说完，就带着身怀好运命签的若瑶离开，留下我娘还在原地捶胸顿足。青瓷啊，你这还怎么也不求求太子呢？这下子你入住东宫无望了。不过无妨，娘亲给你另选了几门婚事，嫁不了王公贵族，嫁给你爹的清贫门生也是可以的。婚后早日生下个大胖小子，日子也就好过了。看着娘为我操碎了心的模样，我忍不住想问，究竟是我的日子好过了，还是若瑶的日子好过了？这样想来，若瑶生下皇子的要点，应该是我也要成婚生子。我心念一动，赶紧推开娘亲，追了出去。迎亲队伍声势浩大，为了接受沿途百姓的祝贺，走得很慢。我跑了几步就追上了。看见我的狼狈模样，人群炸开了锅。沈家嫡女沈清慈，太子求娶的不是她和她庶妹吗？为什么她没有上花轿？萧景恒注意到了后面的动静，打马而来，当众给了我一鞭子。沈清慈，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姑刚刚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姑要娶的只有若瑶一人。就算你死皮赖脸跟上来，姑也绝不会心软的。萧景恒的话惹得众人议论纷纷。太子不是和沈家嫡女青梅竹马，郎有情妾有意吗？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一定是这个沈家嫡女做出了什么对不起太子的事儿来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沈家嫡女看着是个守规矩的贵女，私底下居然是这样的。我强忍着身上的痛，抬头直视着萧景恒。太子殿下误会了，臣女蒲柳之姿的确配不上太子殿下。臣女追来是想要嫁给……顺着我手指向的方向，人们看见了一个清冷出尘的男子。我点点头。我要嫁的就是太监。追至此地的娘亲听见我的话，当场晕了过去。今日我所求太过荒诞，人们都只当我是被太子退婚后发了失心疯。哪怕顾云深身形挺拔，容貌俊美，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可普天之下绝不会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因为他是个太监。太监是不能有自己的孩子的。可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娘亲在丫鬟的照顾下悠悠转醒，当着人群失声痛哭。因此啊，就算太子不娶你了，娘也会给你绕作践自己啊！娘真的看不下去了。百姓们不免议论纷纷。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沈家大小姐实在不孝。看着娘痛哭的模样，我心里也并不好受。还记得年幼时，我出了天花，是娘亲寸步不离守在我的床前，亲自为我涂药。
才让我不留一丝疤痕的挺了过来。初入女学时，我调皮摔断了腿，也是娘亲背着我寻医问药，为我操碎了心。可是自从爹从外面接回外室生的庶妹养在娘的膝下后，娘亲好像又变了。虽然还是像从前一样宠我，可是也暗戳戳地关心着庶妹。在爹去世后，娘亲也没有苛待过庶妹一丝一毫。上辈子惨死后，我甚至怀疑过，难不成是庶妹把娘亲给蛊惑了，让她与我这个亲女儿为敌？我一次次的怀孕，却一次次生出血水，不仅打击了我嫡女的自尊，还大大损耗了我的身体。短短3年，我就从人人羡慕的绝色美人，被消耗成了一把骨头。这辈子，不管真相到底如何，我要做的是先保全我自己。所以我狠了狠心，不再理会娘亲。此时，就连花轿里的若瑶也急得露了面，再次为我求情。殿下，姐姐被退婚实在太可怜了，您亲自给她指一门好亲事吧。这太监是无根之人，将来姐姐身边没有孩子傍身，会很惨的。谁料萧景恒早就恨极了我，听见若瑶这样说，反而笑了。沈青瓷，你以为故意说要嫁给别人，姑就会吃醋在乎吗？你真是想多了。既然你要自甘堕落，本太子就成全你。顾云深，你一个阉人，可愿意娶沈大小姐？只要你点头，姑就求母后为你们赐婚。顾云深是皇上的心腹，是朝中让人闻风丧胆的9000岁。他今日是奉了皇上的命，前来陪太子迎亲的。不过他还有一个身份，恐怕只有上辈子灵魂状态的我知道。当今皇后是皇上的继后，而原来的皇后生产时动了胎气，一尸2命。但其实那个孩子并没有死，被人保下了性命，暗中留在了后宫。再有4年时间，皇上就会知道真相。可惜那时候萧景恒已经儿女双全，皇上也陷入了重病。为了朝局稳定，皇上并没有把这件事公开出来，而是命顾云深出家为僧了。在路过我的白骨时，已经出家的顾云深动了恻隐之心，将我掩埋在了寺庙后的风水宝地，对着我的坟墓说出了自己的身世。然后我就重生了。这辈子萧景恒只娶了若瑶一人，不一定还能有皇嗣，而顾云深也不会蒙尘太久了。我看向顾云深，眼神里全是哀求。9000岁，求您疼疼青瓷吧。顾云深听见我的声音后，瞳孔骤缩了一下，随即点了一下头。好，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娘亲却突然冲了上来，挡在了我和顾云深中间。不行，沈青瓷，娘亲养你到这么不容易，你要是敢给太监当对食，以后咱们就断绝母女关系。你不再是我们沈府的女儿了。看着娘亲歇斯底里的模样，我的脑海突然浮现出上一世娘亲对着若瑶的温柔体贴。我似乎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事情，随即笑出了眼泪。好，女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太监断子绝孙，也不劳娘亲再费心了。顶着世俗的非议，我当众放弃了沈家嫡女的身份，和顾云深拜了天地。顾云深虽然是宦官，但是住处很干净。晚上熄了灯，顾云深原本想另找一个房间休息。我躺在床榻的里侧，满心愧疚地对他招了招手。顾大人，你不必走。我既然选择了嫁给你，就没有不住在一块儿的道理。传出去了，怕旁人又会笑话。对于顾云深，我的心里有感激也有愧疚。他是个太监，可能并没有娶妻的想法，今天被我强行拖下了水，本来就会被人议论。若是新婚夜被我赶出去，外人不知又会怎么说他呢？顾云深的眼神在烛火的映照下格外深邃。他刚坐在我的身边，房门就被人敲响了。顾大人，是太子殿下派人送来了一壶暖情酒，小的们不知该如何处理。萧景恒此举就是想要羞辱我和顾云深。顾云深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叫人把东西放到了门口，自己和衣躺在了我的身边。无碍，早些休息吧。我虽身份低微，倒也能护得住自己的妻子。不知为何，在顾云深身边，我总能感受到一股安心。我很快睡去了，迷迷糊糊中，总感觉顾云深身上的什么似乎在戳着我的后腰。我哼哼唧唧地拨开，却听到顾云深似乎大半夜起身去了屋外冲澡。我半梦半醒中想，嫁给一个爱干净的太监，倒也不错。婚后，我在顾云深的宅子里过得舒心安稳。这座宅子不大，却收拾得极为妥帖。
院子里种了几丛翠竹，风一吹便沙沙作响，像是低声细语。顾云深是个极爱干净的人，书房里的笔墨纸砚永远摆放得整整齐齐，连廊下的青石板都被擦拭得能照出人影来。他白日里多数时候在宫中当差，我便在家中做些针线，或是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偶尔他回来的早，会陪我下一盘棋。他的棋风如同棋人，沉稳克制，从不冒进，却总能在我不知不觉间将我逼入绝境。我输得多了，偶尔也会耍赖，他并不恼，只是淡淡一笑，将棋子收回几门，让我几步。这样的日子，平静的像一潭不起波澜的秋水。听说我娘在我成婚那日就病倒了，消息传到我耳中时，我正在院子里给一株新栽的海棠浇水。来传话的小丫鬟说得绘声绘色，说太傅夫人那日当着众人的面晕过去之后，便一直卧床不起，汤药不断，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握着水瓢的手顿了顿，随即又恢复了动作，像是听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若瑶的状态也不好，她没有像上辈子一样那么快就怀上身孕，而是向萧景恒请旨，回到太傅府亲自给娘亲侍疾。听说她每日端汤送药，衣不解带地守在床前，京中人人都夸她孝顺之礼，是个有良心的。外界都在传言我是个白眼狼，对自己的娘亲实在狠心，还不如一个庶女。这些闲言碎语我并非没有耳闻。有一回出门采买布匹，街边的几个妇人看见我，便交头接耳地指指点点，声音不大不小，恰好能飘进我耳朵里。这就是沈家那个嫡女，嫁了个太监，连亲娘病倒了都不回去看一眼，真是白养了。可不是嘛，她那个庶妹倒是孝顺，听说连太子都夸她贤德呢。我面不改色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连脚步都没有慢下半分。回到宅子里，我坐在窗边，看着院子里那几丛翠竹出神，重新思索上辈子的事情，我才意识到娘亲的眼神里对我和庶妹早就有了差别对待。即便明面上更宠我，可每当她看着若瑶时，眼底总会流露出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那里面有心疼，有愧疚，还有一种近乎于小心翼翼的珍视。我死后，娘亲抱着庶妹的动作，也绝对是亲生的母亲才会做出来的动作，那样自然，那样亲昵，仿佛她们才是一对真正的母女。就好像若瑶才是她真正的女儿，而我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若真是如此，那一切便都说得通了。她偷走我的好运签，不是为了什么忙糊涂了，而是从一开始就在为若瑶铺路。她要的是若瑶坐上太子妃的位置，要的是若瑶生下皇长孙，要的是若瑶成为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哼，而我不过是那块用来垫脚的石头。如果娘亲害我是为了成全庶妹的太子妃之位的话，那这次我主动远离战场，沈家嫡女和太子妃的位置我全让给若瑶了，看看她还能不能怀上太子的孩子。我这样想着，心中反倒生出几分冷然的快意。日子总算安稳地度过了1个月，我和顾云深也一直相处融洽，他待我极好，虽不似寻常夫妻那般浓情蜜意，却处处透着细心周到。知道我怕冷，便早早命人准备了炭火；知道我爱吃桂花糕，便隔3差5让人从外面买回来。夜里他睡在外侧，我睡在里侧，中间隔着半壁的距离。我手腕上的手工纱一如从前鲜红。这一次，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天用午饭时，顾云深有事出去了，只留我一人在家用膳。厨娘端上来几道小菜，其中有一道扣肉，做的色泽红亮，肥瘦相间，看着十分诱人。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刚咀嚼了2下，一股油腻的气息猛地冲上喉头，胃里翻江倒海的搅动起来。我慌忙丢下筷子，侧过身子，对着地面干呕起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酸涩的液体不断往上涌，呕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整个人伏在桌边，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夫人，一旁的丫鬟吓得脸色发白，连忙上前扶住我，又是递帕子，又是端茶水。我接过帕子捂住嘴，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抬起头时，铜盆里的清水映出我的脸，苍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顾云深不知何时回来了，大步跨进门，看见我的模样，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快步走到我身边，一手扶住我的肩，一手接过丫鬟递来的清水，送到我唇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明显的关切。我就着他的手喝了几口水，漱去口中的苦涩，
摇了摇头，没事，大约是吃坏了东西。顾云深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只是命人将桌上的饭菜撤下去，换些清淡的粥品来。他转身吩咐小太监去请大夫，语气不容置疑。我张了张嘴想拦，却又咽了回去。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小太监小跑着进来，在门口站定，躬身禀报：顾大人，宫里传来消息，太子妃被检查出怀孕了，皇上大喜，特意安排了庆祝晚宴，请您和夫人也过去呢。那声音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的太阳穴。我只觉得眼前一黑，耳边嗡嗡作响，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片，茶水溅湿了我的裙摆，我却浑然不觉。全身止不住的发抖，从指尖到脊背，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为什么？我这辈子明明保持了完璧之身，明明已经远离了东宫，明明已经嫁给了顾云深，为什么还是会着了若瑶的道？上辈子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和淑妹同时怀孕，我吐得昏天黑地，几乎要从喉咙里呕出血来，夜夜不得安眠，肚子胀得像是要炸开，最终肚皮发黑发紫，青筋暴起，像一条条扭曲的蛇。而淑妹呢，她越发容光焕发，面色红润，四肢纤细如柳，仿佛根本没有怀孕这回事。那时候我只当是自己命不好，如今想来，哪里是什么命不好，分明是有人在替我受孕，有人在替我美丽。我混乱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似乎越想越清楚了，那些上辈子想不通的细节，此刻像是被人用线串了起来，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青瓷，顾云深的声音从耳边传来，他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你脸色很差。我猛地回过神，看见他正低头看着我，眼底有一层薄薄的担忧。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顾云深见我身体不舒服，立刻叫人去请了大夫，想让我在家休息。他大约是以为我病得不轻，语气里带着不容商量的坚决。今日的宫宴你就不必去了，我替你告假。我却摇了摇头，伸手攥住了他的袖口。为了验证我心里的猜想，今日的宫宴我必须去，我必须亲眼看看若瑶，看看她那张容光焕发的脸，看看她那个所谓的孕肚。我必须弄清楚上辈子的噩梦是不是又要重演。我抬起头，对上顾云深的目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夫君无妨，我最近肝火有些旺，能不能帮我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丸泻火？顾云深看了我一眼，目光沉沉，像是在打量什么。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又摸了摸我的脉。他虽然不懂医术，却似乎想确认我有没有发热。你确定？他问，声音很轻。我点头，唇角甚至弯了弯。确定，不过是肝火旺盛罢了，吃几丸药便好了。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头。好，我去给你取。他转身走出去，脚步沉稳，背影笔直。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慢慢收回了目光，低头看向自己手腕上那颗鲜红的手工纱，它还在，干干净净的在那里，像一枚讽刺的印章。可我的身体却已经替别人怀上了孩子。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若瑶，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如愿了。庆祝太子妃有喜的晚宴设在娇兰殿，殿内灯火辉煌，金碧交辉，楚处悬挂着大红宫灯，映得满殿生辉，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龙涎香的馥郁气息。朝中重臣携家眷悉数到场，觥筹交错间，恭维之声不绝于耳。若瑶穿着太子妃的吉服，端坐在萧景恒身侧，那身吉服以大红色为底，金线绣成的凤凰展翅欲飞，领口和袖口缀满了东珠，在烛光下折射出温润的光泽。她的发髻高挽，插着赤金衔珠凤钗，整个人雍容华贵，气色极好，面若桃花，唇若点珠，一双眸子盈盈含水，哪里有半分出孕之人的憔悴模样。皇后坐在上首，今日也格外开怀，拉着若瑶的手，满脸笑意地打量着她。原本太子执意要娶一个庶女为正妃，本宫心里还有些不舒坦，毕竟太傅府的嫡女才是名正言顺的，本宫还担心这庶女撑不起太子妃的体面。可是现在看来，是本宫多虑了。若瑶真是个有福气的，这么快就为太子怀上了孩子，可见天命所归。若瑶微微垂首，脸颊浮起两团红晕，声音轻柔的像一缕春风。
多谢母后夸赞，这都是托母后的福，也是太子殿下的恩泽，都是太子厉害。萧景恒坐在一旁，闻言伸手揽过若瑶的肩，眉梢眼角都是得意。他今日穿了件玄色绣金龙的长服，衬得面如冠玉，意气风发。他低头看向若瑶的目光，温柔的能滴出水来，摆手替她拢了拢鬓角碎发，动作亲昵又自然。若瑶身子骨弱，姑本来还担心她不容易有孕，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好消息，可见这福气是上天注定的，旁人羡慕不来。她话音落下时，眼风有意无意地扫过我所在的角落，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轻蔑与挑衅。我娘，或者说那个顶着娘亲脸孔的女人，今日也在受邀之列。她坐在沈家的席位上，穿了一身绛紫色的被子，发间簪了几只素银簪子，看着比往日朴素了几分。她膝上搭着一件大红色的狐裘大氅，毛色油亮，针脚细密，一看便知费了不少心思。那是她亲手绣的，说是怕若瑶怀孕期间会着凉受寒，早早便备下了。此刻她正一脸慈爱地看着若瑶，眼中满是疼惜与骄傲，仿佛在看一件自己倾尽心血雕琢而成的珍宝。顾云深今日在皇上身边伺候，不得闲。他穿着玄色官袍，身姿挺拔如松，正低声与皇上说着什么。我独自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案上摆着几碟冷盘，酒杯里盛着半盏残酒，周围觥筹交错，笑语喧哗，却没有一个人往我这边多看一眼。那些曾经与我交好的贵女们，此刻要么围着若瑶道贺，要么三五成群的闲聊，偶尔有人目光扫过我这里，也像是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似的，飞快地移开。我像是被所有人刻意遗忘了，不，或许不是遗忘，是嫌弃。嫁给太监的女人，在这京城的贵女圈子里，比路边的野草还不如。若瑶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身上，她微微侧头，唇角勾起一个弧度，不浓不淡，恰好能让人看出其中的得意。她端起面前的酒盏，抿了一小口，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对身边的宫女招了招手，把我的吃食分一点给姐姐吧。她的声音不大不小，恰好能让附近几桌的人都听见，语气里带着几分施舍的怜悯。可她嫁了太监，府上想必没什么像样的厨子，平日里怕是很难吃到这些好的食材了。你们看她那脸白的跟纸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哪个穷乡僻壤来的难民呢。几个贵女眼唇轻笑，窃窃私语声传入耳中。可不是吗？嫁了个太监，日子能好到哪里去？当初非要自甘堕落，如今怪得了谁？我娘顺着若瑶的话看了过来，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我本以为会从她眼中看到心疼或者担忧，可什么也没有。那双眼睛里盛着的全是对我的不满和责怪，像是在看一个不听话的丢尽了家族脸面的逆女。若瑶还是心善，她开口了，声音平静的近乎冷淡。你姐姐当众和我们沈家断绝了关系的，现在这副落魄样子，全是她自找的，怨不得旁人。你顾好自己就是了，不必替她操心。这话说得凉薄，周围却有人点头附和，觉得沈夫人深明大义，拎得清。我低下头，手指无声地攥紧了袖口，袖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瓷瓶，里面是顾云深替我寻来的清热凉血的药丸，性极寒。我深吸一口气，指尖触到瓷瓶冰凉的瓶身，心中一片澄明。桌上摆着一道清蒸螃蟹，蟹黄饱满，色泽金红。深秋的螃蟹最是肥美，可性极寒凉，孕妇是万万碰不得的。我夹起一只螃蟹，放在面前的碟子里，动作不紧不慢地剥开蟹壳。金黄的蟹膏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我用筷子挑了一些送入口中，细细咀嚼。与此同时，我借着袖子的遮掩，将瓷瓶里的药丸倒出几粒，混在茶水间送服下去。那药丸极苦，在舌尖化开时带着一股涩意，我面不改色地咽下，又端起面前的冰饮，仰头灌了一大碗。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入腹中，激得我打了个寒战，胃里像是被人塞进了一块寒冰，翻搅着隐隐作痛。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额上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腹中那股恶心感又涌了上来，却被寒凉的药性压了下去。两股力量在我体内冲撞，让我几乎坐不稳身子。可我咬着牙，端端正正地坐着，甚至抬手理了理鬓发，不让自己露出半分狼狈。姐姐怎么一个人吃起螃蟹来了？
也不与人说说话。若瑶又开口了，语气里带着几分嘲弄：“是没人愿意搭理你，还是你自己也觉得没脸见人？”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淡淡一笑。太子妃说的是，臣妇确实没什么脸面，所以只配躲在这角落里吃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话音刚落，若瑶的脸色忽然变了，那变化来得毫无征兆。她原本红润的面颊在顷刻间褪去了血色，白得像是刷了一层粉。她的眉头猛地皱起，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一只手不自觉地按住了小腹。若瑶，怎么了？萧景恒察觉到她的异样，低头问道。若瑶没有回答，她的额头上瞬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整个人开始微微发抖。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往后仰，手指死死地攥住桌沿，指节泛白。若瑶，萧景恒的声音陡然拔高。下一秒，若瑶整个人从椅子上滑落，捂着肚子倒了下去。她蜷缩在地上，身体剧烈的抽搐，喉咙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声音尖利刺耳，瞬间压过了殿内所有的喧嚣。太子妃，太子妃怎么了？众人哗然，纷纷起身张望。皇后惊得站了起来，手中的酒盏啪地掉在地上，碎成几片。所有人都看见若瑶那件华丽的大红色吉服下摆正迅速阴出一片深色的湿痕，那湿痕蔓延得极快，转眼间便有脸盆大小，颜色也从深红变成了近乎于黑的暗紫色。一股腥臭的气味弥漫开来，离得近的几个宫女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血，是血！太子妃见红了。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声，殿内顿时乱成一团。太医们被火急火燎地传召进来，宫女们手忙脚乱地想要扶起若瑶，可她整个人已经软成了一滩泥，脸色惨白如纸，嘴唇乌青，眼睛半睁半闭，气息奄奄。而我腹中那股翻涌的不适感，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胃不再翻搅，头不再晕眩，那种被人扼住喉咙的窒息感也渐渐散去。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温热，入口回甘。我赌对了，若瑶和那个假娘亲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借了我的肚子替若瑶怀孕。我腹中的孕象不过是替若瑶承受的倒影。我若是对自己的身体做了什么，遭罪的不会是我，而是那个真正怀了孕的人。那些寒凉的药丸，那碗冰饮，那只螃蟹，全都会原封不动地落到若瑶身上。若瑶当众小产，宫宴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皇后脸色铁青，拂袖而去。萧景恒抱着昏迷不醒的若瑶，大步流星地往后宫赶，一路上厉声催促太医快些跟上，再没有心思多看旁人一眼。我娘，那个假娘亲愣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她看看被抱走的若瑶，又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闪过一丝惊疑，像是一条嗅到了危险的蛇，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我迎上她的目光，微微弯了弯唇角，她的瞳孔骤然收缩，嘴唇哆嗦了一下，转身踉踉跄跄地追着若瑶去了。回到顾家时，夜已经深了，顾云深还在宫里没有回来，大约是皇上那边有事要议。我独自坐在房中，叫来府里的大夫，借口月事不调，让他开了几副避子的汤药。夫人身子骨偏寒，这些药性烈，不宜多服。大夫捋着胡须，有些犹豫。无妨，我将药方收好，按时送来便是。大夫走后，我端着药碗，看着碗中浓黑的药汁，一饮而尽。药汁极苦，从舌尖苦到心底，我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从这一日起，我每隔3日便服用一次避子汤，雷打不动。消息传到东宫，听说若瑶那边再也没有传出过怀孕的消息了。啊，我娘终于坐不住了。消息是从门房那里传进来的。彼时我正在院子里修剪一株茶花，剪刀刚落到花枝上，便听见小太监一路小跑着进来禀报：夫人，太傅府沈夫人来了，说是来看望您。我手里的剪刀顿了顿，刀刃停在半空，几片嫩绿的叶子簌簌落下。我抬起头，看了一眼院门口的方向，沉默了片刻，才放下剪刀，接过丫鬟递来的帕子擦了擦手。请她到花厅坐吧。我换了一身素净的衣裳，不紧不慢地往花厅走去。还未进门，便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已经坐在了客位上。他今日穿了一件藕褐色的被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插着一只白玉簪，
看着比上回宫宴时又老了几分，眼角多了几道细纹，面颊也凹陷下去，像是这些日子没少操心。桌上摆着他带来的礼物，堆了满满一桌，燕窝、人参、鹿茸、阿胶，还有几匹上好的云锦，都用红绸子系着，看着颇为体面。青瓷，你来了。他一看见我，脸上立刻堆起了笑，起身迎了上来，伸手就要拉我的手。快让娘看看，你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不动声色地将手缩回袖中，侧身避开了他的触碰，在他对面坐下。他的笑容僵了一瞬，很快又恢复了，自己找了个台阶坐下，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青瓷，你最近瘦了，是不是没有好好养身体？这下巴都尖了，脸色也不太好。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心疼，听起来和天底下所有关心女儿的娘亲并无分别。我面容平静地摇头，抬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茶水注入杯中，热气袅袅升起。最近苦夏，火气有些旺，多喝了几碗凉茶而已，不打紧。娘亲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她盯着我看了片刻，似乎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来。没事，不要乱吃药，是药三分毒，喝多了伤身子。娘给你拿了许多补品，都是上好的，你按时吃着，滋养身体，知道吗？他说着，伸手拍了拍桌上那些礼盒，又补了一句：这些可都是娘特意为你挑的，花了不小的价钱。你瞧瞧这燕窝，是南阳来的上等官燕，一盏就要几十两银子呢。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有接话。花厅里安静了片刻，只听得见窗外竹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见我不答，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的，把手探进袖子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了一枚东西，一枚用红绳串着的好运命签。那枚命签我太熟悉了，3000层台阶，跪到膝盖出血，才从寺庙里求来的东西。签身是用上好的檀木所制，上面刻着繁复的符文，还沾着我当日磕破额头时滴落的血迹。咦，此刻被他的手指捏着，红绳已经有些褪色，签身却被人细细擦拭过，泛着一层油润的光泽。你们出嫁那日，娘忙糊涂了，不小心把你的东西放在你叔妹身上了，后来一直没机会还给你，今日正好带来。他把命签递到我面前，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自己收好啊。我接过那枚好运命签，指尖触到冰凉的檀木，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了一下。那颤抖从指尖蔓延到手腕，再到整条手臂，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翻涌，几乎要破体而出。上辈子我就是攥着这枚命签入了东宫，以为它是我的护身符，以为娘亲只是一时疏忽。可结果呢？我怀了3次孕，生了3滩血水，被砍断手脚扔在大街上，像一条狗一样死去。而这枚命签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算计我的工具。我站起身，走到桌案前，案上点着一盏烛火，火苗摇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当着娘亲的面将那枚命签递到了烛火上。青瓷，你做什么？他的声音陡然尖锐起来，人也跟着站了起来，椅子被他带得往后滑了半步，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火舌舔上檀木，发出嗤的一声轻响。签身上的符文在火焰中扭曲变形，淡木的香气混杂着焦糊的气味弥漫开来。我静静地看着那枚命签在火焰中卷曲、发黑、崩裂，直到最后变成一截焦炭，落在烛台底座上，碎成几片灰烬。娘亲忘了，我嫁的是太监，又不用生儿育女了。我拍了拍手上沾到的灰烬，转过身来，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要这好运命签也没有用。娘亲的嘴角抽动了一下，那抽动从嘴角蔓延到半边脸颊，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她的眼睛里飞快地闪过什么，有惊愕，有恼怒，还有一丝来不及掩饰的慌乱。但那情绪转瞬即逝，她的眼眶很快就红了，泪水像是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顺着脸颊淌下。苦了我的囡囡了。她哽咽着开口，声音沙哑，带着哭腔。当日娘亲说的都是气话，你是我唯一的亲女儿，我哪里能真不管你呢？这些日子，娘亲日日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想起你小时候的样子，心里就跟刀割似的。她掏出一方帕子，拭了拭眼角，哭得情真意切，肩膀一抽一抽的耸动。
太监不能人道，你这辈子难道就这么守活寡不成？娘给你做主，你和离了，另选夫婿吧。他上前一步，似乎又想拉我的手，被我不着痕迹的避开后，也不恼，只是用那双泪眼看着我，语气越发恳切。虽然嫁过人的，为人正妻可能有些难了，可是凭借咱家的地位和你妹妹如今太子妃的身份，给人当个贵妾也是好的。到时候再生下一儿半女，后半辈子也有个依靠，总比跟着一个太监强。他越说越动情，泪水连连，帕子都湿了大半，看着当真是为女儿操碎了心的模样。我冷冷地看着他，忽然觉得一切都明晰了起来。他执意要为我另选夫婿，哪里是真的心疼我，不过是想把我塞给一个正常的男人，让我圆房，让我怀孕，让我再次成为若瑶的替身。如果我嫁的是个正常男人，婚后圆了房，有了身孕的症状，我只会以为自己是正常有孕了，欢天喜地的养胎待产，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喝什么伤肚子的凉茶凉药。他们需要我怀孕，只有我怀孕，若瑶才能怀孕。我这一世的远离，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我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拨了拨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然后抬起头，对上那双还在流泪的眼睛。娘亲不必多言什么另选夫婿之事，我的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我今生嫁了太监，就永远是太监妻，绝对不会有二心。哪怕断子绝孙，孤老终生，那也是我自己选的路，我认了。娘亲以后不必再来了。最后一句话落音，我将茶杯轻轻搁在桌上，发出哒的一声轻响。娘亲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她的嘴唇哆嗦着，手指攥着帕子，指节泛白。半晌，她猛地站起身，椅子又往后滑了半步。她瞪着我，眼睛里翻涌着复杂至极的情绪，有愤怒，有不甘，有难以置信，还有一丝深藏其中的近乎于怨毒的恨意。好，好，好。她连说了3个好字，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重，声音却在发抖。你好自为之。她转身就走，脚步又急又重，裙摆扫过门槛时带起一阵风。桌上那几盒补品孤零零地堆在那里，红绸子被风吹得微微晃动。我坐在原处，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一动未动。花厅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烛火还在轻轻摇曳。我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抿了一口，茶汤苦涩，在舌尖上久久不散。就在这时，我余光瞥见廊下的暗处有一个修长的身影，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玄色官袍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只有那双眼睛在昏暗中亮得惊人。是顾云深。他看着我，目光沉沉，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当晚，顾云深一反常态。平日里他沐浴更衣后，总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外侧，与我之间隔着半壁的距离。偶尔他翻个身，我便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气，干净清冽，像深秋的晨露。若是睡不着，他会起身去屋外冲个冷水澡，回来时带着一身凉意，轻手轻脚地躺下，从不吵醒我。可今夜不同，他从净房出来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绕到床的外侧躺下，而是径直走到了我面前。他的头发还是湿的，几缕碎发贴在额角，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肩头的衣衫上印出深色的痕迹。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是一种极具压迫性的，几乎要将人吞噬的注视。我坐在床榻里侧，被他看得有些发怔，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他忽然俯下身来，一只手撑在我耳侧的墙壁上，另一只手扣住了我的肩。他的呼吸落在我的额头上，带着温热的气息，湿润的发丝垂落下来，扫过我的脸颊。他整个人罩在我上方，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周身散发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危险而炽热的气息。青瓷，他开口，声音比平日里低沉了许多，像是从胸腔里滚出来的。我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他的目光锁在我脸上，不放过我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今天岳母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他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我的肩头，隔着薄薄的衣衫，我能感受到他指尖的温度。你是不是也很想要一个孩子？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其实，我可以的。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个埋藏了太久的秘密。然后，他缓缓地告诉了我一切。他的身世，
他的来历，那个被埋藏在深宫尘埃中的真相。原来他不是什么无根的太监，原来他是元后拼死生下的嫡皇子，被忠心的太监救下，当成小太监养在后宫，隐姓埋名的活了20多年。他名义上是宦官，可并没有被晋升，他拥有正常男子应有的一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平静，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可我看见他眼底深处有什么东西在翻涌，那是一个被剥夺了身份，被隐藏在暗处20多年的灵魂，终于找到可以倾诉之人的如释重负。我本不想说这些，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珍重。可今日听见岳母那些话，我忽然觉得不该再瞒着你了。我不能看着你的年华被白白辜负。他说完，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等我的反应。他的手还撑在我耳侧，指尖微微收紧，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可听到他的话，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热度，我却陡然变了脸色。那些上辈子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3次怀孕，3次血水，太子厌恶的眼神，被砍断手脚扔在大街上的屈辱，还有那些日日夜夜生不如死的煎熬。不行，不可以的。我猛地把他推开了，那一下用了极大的力气，他被推得往后退了半步，肩膀撞上了床柱。他愣在那里，看着我，眼底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他以为我是嫌弃他，那一瞬间，我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受伤的神色，虽然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可我还是捕捉到了。他的下颌绷紧了，喉结滚动了一下，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转过身，拿起搭在衣架上的外袍，一件一件地往身上穿，动作很慢，很安静。穿好外衣，他抬脚就要走，背影笔直，却莫名地透着落寞。我咬咬唇，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我伸出手，拽住了他的袖口。其实，我也有一个秘密。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你相信人会重生吗？他的脚步顿住了，他缓缓转过身来，低头看着我。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那双眼睛里没有嘲笑，没有怀疑，只有一种安静的等待倾听的耐心。顾云深上辈子对我有恩，在我死后，是他路过我的白骨，动了恻隐之心，将我掩埋在了寺庙后的风水宝地。是他对着我的坟墓说出了自己的身世，让我在灵魂消散之前知道了这世间还有一个人记得我。我相信他的人品，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将我重生的事，将上辈子被娘亲和庶妹算计的事，将只要我怀孕就会生出血水，就会惨死的事，一件一件地告诉了他。我说得很慢，有些地方断断续续的，那些记忆太痛苦，每次提起都像是在重新经历一遍。说到最后被做成人质扔到大街上时，我的声音止不住地发抖，手指攥着他的袖口，指节泛白。顾云深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没有说这不可能，也没有说你是在做梦，他只是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手掌温热，动作轻柔的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幼兽。青瓷，难为你了。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心疼。你一个人扛着这些，该有多苦。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顿了顿，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缓缓开口。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若是不成，我不会动你。他的手掌还附在我的发顶，沉稳有力，像一座可以依靠的山。我点了点头，将脸埋进他的胸口，听见他的心跳声沉稳有力，一下一下，像是最好的安眠曲。这一夜，他终究没有走。顾云深和宫里告了假，带着我出去游山玩水，放松心情。一路上，他手下的眼线不停给我们送来东宫的消息。若瑶自从小产后，就再也怀不上身孕了。原本前世这个时候，我和若瑶早就双双显怀了。萧景恒终于急得坐不住了，没有子嗣，他就坐不稳这个太子之位，只能广纳姬妾，雨露均湿。这可急坏了若瑶，听说他亲自到顾家想要来看我，可惜我们早一步离开了。在外面待了4天，我和顾云深才回城。路上，我劝了顾云深去和皇上父子相认。从上一世的记忆来看，皇上并非对顾云深全无父子之情。顾云深出家的寺庙选的也是最好的，只不过是因为萧景恒已经有了子嗣，朝中人心稳固，再公布一个皇子，怕会影响江山稳固。
可是这辈子再没有人能为萧景恒生下孩子了，尤其是若瑶。刚回到京城，顾云深就入宫了。我回到房间，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就见黑暗处走出一个挺拔的身影，是萧景恒。他的状态很不好，眼底全是乌青。这几天你和顾云深去了哪里？我机警地和他拉开了距离。没去哪里，随便转转罢了。太子殿下不走正门，躲在我的房间是何用意？看着我防备的样子，萧景恒脸上闪过一丝不悦，随即又鄙夷地笑了。你以为姑是想对你做什么？你想多了。你这种女人，多看一眼姑都嫌脏。看着萧景恒仇视的眼神，我有点莫名其妙。我和他青梅竹马，也曾经山盟海誓，两心相许。这辈子我没有再嫁给他了，可他对我的恨意却依旧如此强烈。见我茫然，萧景恒继续道：上辈子都是因为娶了你，姑才会惨死的。这辈子我远离了你，有若瑶在，命中注定会有4子1女，儿孙满堂，一定能笑着活到最后，看着你凄凉终老。萧景恒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有些疑惑，上辈子我可是死在了萧景恒前面的，直到我被顾云深埋葬了，都没听说过萧景恒的消息。他会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不再多想，顾云深回来了，手上还多了一块龙形玉佩，看来他认亲认得很顺利。当天晚上我们就圆了房。第二天扶着腰的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低估了守了20多年的童子身，一招破戒有多凶猛。自从上次和顾云深出去过后，我就不再喝鼻子药了。在顾云深的不懈努力下，我很快就有了身孕。同时，东宫那边也传来了消息，若瑶也有身孕了。我和顾云深对视了一眼，都笑了一下。这次风水终于要轮流转了。因着若瑶有孕，皇上并不打算公开顾云深的身份，而是和上一次一样大肆奖赏东宫。娘亲和若瑶都以为我是听了劝，耐不住寂寞，给自己找了个情夫，还偷偷给我送了几盅安胎的补药来。呵呵，我和顾云深并不在意，因为若瑶这一胎不一定能生得下来了。这一次我没有了严重的怀孕反应，正常吃喝也不会吐。可庶妹那边却日日哀嚎，怀得很不安稳，短短数月就暴瘦了下来，浑身长满了磨人的湿疹。皇家祈福宴会上，顾云深没有让我露面，我待在舒适豪华的马车里，看着外面的若瑶形容枯槁，整个人变丑了许多。又过了几个月，到了我和若瑶临盆的时候，顾云深早就安排好了神医守候在我身边，叮嘱不管一会儿发生了什么，都要先保大人。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我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而东宫里的若瑶却难产了。太医们全都到场接生，足足拖了6个时辰。若瑶最终肚子里只生出了一股充满恶臭的血水。消息传得很快，皇上重罚了皇后和萧景恒，看护皇嗣不利。萧景恒又把火全都撒在了若瑶身上，对着产后的她非打即骂。娘亲知道后，扬言是有人动用了妖法陷害了若瑶，气势汹汹地打进了顾家。看到我怀里抱着的健康婴孩后，娘亲的脸都绿了。你嫁给了太监，怎么可能生出真的孩子呢？一定是你嫉妒若瑶能嫁给太子，用了什么妖法把若瑶肚子里的孩子换走了。今日就该打死你这个妖孽和野种。娘亲亲自带着棍棒上前，几个暗卫从天而降，把他踢开了。门外响起了宫乐声，皇上带着顾云深亲自来了。是谁要伤害朕唯一的皇孙？皇上进来，接过了我怀里的孩子，细细端详，果然和元后长得一模一样。这次萧景恒始终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顾云深却先一步有了子嗣。皇上终于决定向天下人公布，顾云深就是当年元后生下的嫡皇子，并且是一个健全的男子。娘亲被皇上的暗卫捆了起来，还是萧景恒和若瑶拿着免死金牌亲自赶到，才把他带走的。只不过如今顾云深带着妻儿认祖归宗，萧景恒这个太子的地位也危险了。他试图再次和若瑶生出个孩子来保全自己的太子位，可是不管再怀孕多少次，都是我生出孩子，若瑶生出血水。听到消息的我笑了。上次我和顾云深出去，就是去了上辈子埋葬我的寺庙，找了里面的住持，用顾云深的真龙之血给我画下了反弹的符咒。不管我身上有什么邪术，其作用都会反弹到加害我的人身上，所以这几次都是若瑶承受我怀孕的痛苦，而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在反弹符咒保护的3年内都百无禁忌。而若瑶在我没有和顾云深圆房时的那次怀孕，其实是找了风月场上的奸夫。那男子天赋异禀，即便是不能生养的女子，和他在一起也能顺利有孕。若瑶再一次动了歪念，想要和那男子苟合，却被萧景恒一眼撞见了。后来听顾云深说，萧景恒在看见那男子的脸后，又像疯了一样，嘴里念叨着原来是你。先是把那个奸夫凌迟处死，然后又亲手把若瑶掐死。现在他被关在了宗人府听候发落。这3年，我为顾云深生下了3个儿子，皇上已经决定要立顾云深为太子了，而我就是当仁不让的太子正妃。若瑶死了，娘亲像是终于清醒了一般，又哭着来找我求和。在她掏出刀子插向我的心脏那刻，我早有防备，竟然把她绑了起来，扯下了她脸上的人皮面具。原来她并不是我的亲娘，而是当初爹的那个外室。她杀了我娘，这些年来伪装成我娘的样子，其实是在拿我为若瑶铺路。这3年来，由于若瑶没办法再生下孩子，娘亲开始频繁地去一个地方做法。我和顾云深暗中找了过去，发现了一座没有立碑的孤坟，里面埋葬的白骨被人摆下了子母阵。白骨的女儿将会沦为施咒者女儿的生育痛苦代替，这具白骨才是我真正的娘亲。假娘亲被我亲手杀死，附在我娘尸骨上的法阵也被破除。我将娘亲的尸骨移回了沈家祖坟，重立墓碑，请了长明灯。娘亲，女儿为你报仇了，你转世来女儿的肚子里吧。这次我来当娘亲，你来当女儿，好不好？哼！1个月后，我又有了身孕。皇上去世，顾云深登基，我成了皇后。顾云深子嗣充裕，颁布了圣令，解散后宫。此生有我一人足矣。而一直被关在宗人府的萧景恒，这时提出想要见我一面，我去了。这些年的幽禁使得萧景恒衰老了许多，看见我，他的脸上满是泪水。青瓷，对不起，是我弄错了，上辈子是若瑶的奸夫将我刺杀的。他当时说了一句，是我霸占了他的女人，我一直以为那个女人是你，所以这辈子我才会这么恨你。听说你给顾云深生下了3个儿子，原来是我没有福气。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冷声道，我外祖家的女子天生擅长生育，我的体质是可以为你这样的绝嗣之人生下孩子的。若瑶母女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会在我身上加注妖法，伪造出是她胎胎好运的假象。没有我，你是不会有孩子的。我现在又怀孕了，是双胎，命中注定有4子1女的人是我，不是你。萧景恒早已经后悔地低下了头，泪流满面。后来，我果然生下了一对健康活泼的龙凤胎儿。萧景恒在宗人府绝望自尽了。我和顾云深携手走过数十载，从京城的风雨飘摇到帝国的盛世安稳。膝下4子1女皆已长大成人，个个栋梁之才。长子承袭太子之位，沉稳干练，颇有顾云深当年的风范。4子镇守边疆，战功赫赫，护得一方百姓安宁。3子醉心文墨，主持修撰国史，文采斐然。小女儿嫁与忠勇侯府，夫妻和睦，琴瑟和鸣。最小的龙凤胎儿子入了太学，女儿被册封为安乐公主，备受宠爱。我身子骨已不如从前，时常在午后的暖阳里打盹，往事如同走马灯般在眼前流转。顾云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却依旧每日陪着我，要么坐在廊下看我绣花，要么握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常。青瓷，你看，这株牡丹开得比往年还要艳。顾云深指着庭院里的牡丹，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我睁开眼，看见了一片姹紫嫣红，笑着点头。是啊，还记得刚嫁过来时，这院子里只有几株野草，是你亲手种下的牡丹，如今都长成花海了。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却磨不去彼此眼中的深情。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清冷出尘的9000岁，在众人的非议中坚定地对我说好的模样。这天夜里，我睡得并不安稳，梦里全是上辈子的惨状，冰冷的地面，断裂的四肢，百姓的唾骂，还有娘亲抱着若瑶时温柔的眼神。我猛地惊醒，额头上满是冷汗。顾云深被我惊醒，连忙坐起身，轻轻拍着我的背。青瓷，怎么了？又做噩梦了？我靠在他的怀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梦到上辈子了，梦到被萧景恒做成了人质，扔在大街上。顾云深紧紧地抱着我，语气心疼。都过去了，青瓷，都过去了。这辈子有我在，没人再能伤害你。我点点头，可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没过几日，宫里传来消息，说是宗人府附近出现了诡异的黑影，似乎有人在暗中窥探。太子立刻下令加强戒备，彻查此事。我心中一动，隐约猜到了什么。萧景恒虽然死了，但他的余党或许还在。当年萧景恒身为太子，党羽众多，如今顾云深登基，那些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果不其然，3日后，太学发生了动乱，一群蒙面人闯入太学，目标直指正在上课的龙凤胎中的儿子景琰。幸好景琰身边的侍卫反应迅速，拼死护住了他，可还是有不少学生受伤，太学也被烧毁了大半。消息传到宫中，顾云深震怒，下令全城搜捕蒙面人。我看着跪在殿下的太子，心中满是担忧。太子，此事恐怕不简单。那些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太学，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太子神色凝重。母后放心，儿臣已经派人去查了，相信很快就能查出幕后主使。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那些蒙面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而更让人不安的是，京城中开始流传一些流言蜚语，说顾云深并非正统，是篡位夺权，说我是妖女转世，克死了萧景恒和若瑶，如今还要祸乱朝纲。这些流言越传越广，百姓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不少萧景恒当年的旧部趁机煽风点火，想要挑起叛乱。青瓷，你别担心，这些流言蜚语成不了气候。顾云深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我已经下令关闭城门，严查造谣者，很快就能平息此事。我知道顾云深的能力，可还是忍不住担心。那些人就是想扰乱人心，趁乱作乱。咱们的孩子都在京城，一定要保护好他们。顾云深点点头，我已经加派了人手保护各位皇子公主，你放心。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安乐公主在出宫赏花时遭遇了伏击，虽然侍卫拼死相救，公主没有性命之忧，却也受了重伤，昏迷不醒。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的女儿，我心疼得无以复加。顾云深站在一旁，脸色铁青，周身散发着骇人的寒气。查，给朕彻查到底。顾云深的声音冰冷刺骨，不管是谁敢伤害朕的女儿，朕定要他碎尸万段。或许是安乐公主的遇袭刺激了众人，线索很快就浮现了。经查，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竟然是萧景恒的弟弟萧景琰。萧景琰当年被封为靖王，一直对顾云深夺走太子之位心怀不满。萧景恒死后，他更是暗中联络萧景恒的旧部，积蓄力量，想要为萧景恒报仇，夺回属于他们萧家的江山。靖王萧景琰，好大的胆子！顾云深将奏折摔在地上，怒不可遏。朕念在兄弟一场，没有赶尽杀绝，他竟然不知感恩，还敢伤害朕的妻儿。太子立刻请旨，父皇，儿臣愿领兵出征，捉拿靖王，平定叛乱。顾云深点点头，好，朕给你10万大军，务必将萧景琰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以儆效尤。太子领兵出征后，京城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安乐公主也渐渐醒了过来，只是身体还很虚弱，需要静养。我每日都去看望公主，陪在她身边说话。这天，我正在给公主喂药，宫女突然进来禀报，皇后娘娘，宫外有一位自称是您故人的老妇人求见，说有要事禀报。我愣了一下，故人？我在这世上的故人，除了顾云深和孩子们，几乎没有了。难道是……我心中一动，吩咐道：“让他进来吧，带到偏殿。”片刻后，一位衣衫褴褛、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被带了进来。她低着头，看不清面容。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我坐在椅子上，语气平静。老妇人缓缓抬起头，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可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她是当年伺候我亲娘的丫鬟春桃。当年我亲娘被贾娘亲杀害，春桃也不知所踪。我一直以为她也被害了，没想到她还活着。小姐，奴婢是春桃啊！春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奴婢终于找到您了。
我心中一酸，连忙让他起来。春桃，快起来！这些年你去哪里了？春桃站起身，擦了擦眼泪，哽咽道：当年夫人被害，奴婢也被那个女人打晕，扔到了荒山上。幸好被一位好心的猎户救了，才捡回一条命。这些年来，奴婢一直隐姓埋名，四处打听您的消息。直到最近，听说皇后娘娘的闺名是沈清慈，才赶来认您。我看着春桃，心中满是感慨。这些年辛苦你了。不辛苦，小姐没事就好。春桃顿了顿，像是下定了决心。小姐，奴婢这次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当年夫人被害，并非只是那个女人一人所为，靖王萧景琰也参与其中。我猛地愣住了。你说什么？靖王也参与了？春桃点点头，眼中满是恨意。奴婢当年被扔到荒山上时，昏迷前听到了那个女人和靖王的对话。他们说，夫人知道了靖王想要谋逆的秘密，所以必须死。那个女人杀了夫人，伪装成她的样子，就是为了接近您，利用您的体质，帮若瑶生下孩子，扰乱东宫，为靖王谋逆创造机会。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一切。贾娘亲之所以处心积虑地算计我，不仅仅是为了若瑶，更是为了帮靖王谋逆。若瑶生下孩子，萧景恒坐稳太子之位，而靖王则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一举夺权。上辈子我被害死后，萧景恒或许就是被靖王所杀，而若瑶和他的孩子恐怕也没能善终。这个奸贼，我气得浑身发抖，竟然如此歹毒。春桃接着说道：小姐，靖王手中还有一枚先帝的遗诏，当年先帝早就察觉靖王有不臣之心，写下遗诏，若是靖王谋逆，可凭遗诏将其处死。只是这遗诏的下落，只有奴婢知道。我心中一喜，遗诏在哪里？遗诏被夫人藏在了沈家老宅的地窖里，用一个紫檀木盒子装着。春桃说道：奴婢这些年一直不敢回去取，怕被靖王的人发现。如今小姐当了皇后，有皇上护着，奴婢才敢把这秘密说出来。我立刻让人去沈家老宅查找遗诏，果然在老宅的地窖里找到了一个紫檀木盒子，里面装的正是先帝的遗诏。遗诏上清楚地写着，若是靖王萧景琰谋逆，可即刻将其处死，株连九族。有了这枚遗诏，太子平定叛乱就名正言顺了。我立刻让人将遗诏送到太子手中。太子收到遗诏后士气大振，靖王的叛军本就人心不齐，再加上太子手握遗诏，师出有名，叛军节节败退。2个月后，太子传来捷报，靖王被生擒，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靖王被押回京城的那天，百姓们夹道欢呼，纷纷唾骂他的恶行。顾云深下令将靖王押到午门，斩首示众，以儆效尤。行刑那日，我站在城楼上，看着靖王被押赴刑场。他穿着囚服，头发散乱，早已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看到我时，他眼中满是怨毒。沈清慈，若不是你，我早就当上皇帝了。你这个妖女！我冷冷地看着他。靖王，你作恶多端，害死我亲娘，伤害我的孩子，这都是你应得的下场。随着一声令下，靖王的人头落地，百姓们欢呼雀跃，京城的局势终于彻底稳定了下来。安乐公主的身体也渐渐康复了。这天，她拉着我的手撒娇道：母后，女儿想去寺庙祈福，感谢神明保佑。我笑着点头：好啊，母后陪你一起去。顾云深担心我们的安全，派了大量侍卫随行。我们来到了当年埋葬我亲娘，也是顾云深说出身世的那座寺庙。寺庙的住持早已认出了我们，连忙亲自迎接。皇上、皇后娘娘、公主殿下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我对着住持行了一礼：大师，当年多谢您收留顾云深，也多谢您为我画下反弹符咒。住持笑着摇头：皇后娘娘言重了，一切皆是缘分。当年老衲就看出皇上并非凡人，日后必有大成。我们在寺庙里上香祈福，祭拜了我亲娘的牌位。看着牌位上亲娘的名字，我心中满是感慨。娘亲，害你的人都已经得到了惩罚，你可以安息了。祈福结束后，住持留下我们吃斋饭。席间，住持突然说道：皇后娘娘，老衲有一物要交给您。他拿了一个锦盒递给我，这是当年一位施主托老衲保管的，说等皇后娘娘来寺庙祈福时再交给您。我打开锦盒，里面是一封信，还有一只发簪。
发簪是我亲娘当年最喜欢的，上面镶嵌了一颗珍珠，虽然有些陈旧，却依旧光彩夺目。我打开信纸，上面是亲娘的字迹，娟秀而有力。信中写道，她早就知道靖王的阴谋，也知道那个外室对她心怀不轨。她提前写下这封信，托付给信任的住持，若是他遭遇不测，就让住持在我来寺庙时交给我。信中还说，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一直以我为傲。他知道我的体质特殊，担心我会被人利用，所以才让我去求好运签，希望能保佑我平安顺遂。看着信中的文字，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原来亲娘一直都在默默保护我。那些年，我一直以为娘亲不爱我，可实际上她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娘亲，我哽咽着，泪水模糊了双眼。顾云深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慰道：青瓷，别哭了，岳母在天有灵，看到你现在幸福，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点点头，将信和发簪小心翼翼地收好，这是亲娘留给我的念想，我一定会好好珍藏。从寺庙回来后，我的心情好了很多，那些积压在心中的阴霾终于被彻底驱散了，日子又恢复了平静。顾云深的身体越来越差，时常卧病在床，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青瓷，我恐怕不能陪你走下去了。这天，顾云深握着我的手，眼神中满是不舍。我强忍着泪水，摇了摇头。别胡说，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看着咱们的帝国越来越繁荣。顾云深笑了笑，笑容中带着一丝疲惫。我这一生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上辈子我路过你的白骨，向神明许愿，要许你一场来生。这辈子我做到了。青瓷，若有来生，我还想娶你。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顾云深，我也是，若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妻子。顾云深的手渐渐无力，眼神也慢慢失去了光彩。我紧紧地抱着他，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顾云深，顾云深，我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可他再也没有回应。顾云深驾崩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百姓们悲痛欲绝，纷纷自发为他守灵。太子登基为帝，尊我为皇太后。虽然成为了皇太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我心中却空落落的。没有了顾云深的陪伴，这繁华盛世也显得索然无味。我将朝政交给了新帝，自己则搬到了行宫居住，每日看看书，种种花，偶尔去看望孩子们，日子过得平静而恬淡。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我知道，我快要去见顾云深了。弥留之际，孩子们都守在我的床边，泪流满面。母后，您一定要好好的，我们还想多陪陪您。我笑着摇了摇头，摸了摸他们的头。傻孩子，人终有一死，母后只是去见你们的父皇了。你们要好好治理国家，守护好这江山社稷，不要辜负我和父皇的期望。孩子们点点头，泣不成声。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顾云深的笑容，浮现出我们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从大婚那日的惊世骇俗，到婚后的相濡以沫，再到共同面对风雨，携手开创盛世。这辈子我何其幸运，能遇到顾云深，能摆脱上辈子的苦难，拥有这么多的幸福。意识渐渐模糊，我仿佛看到顾云深向我走来，他穿着当年的黑色官服，依旧清冷出尘，眼神中满是温柔。青瓷，我来接你了。这一次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我和顾云深生同亲，死同学，我们的爱情跨越了生死，穿越了岁月，成为了这世间最动人的传说。而我们开创的盛世也将永远被铭记，代代相传。